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我哋而家呢個現今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死亡恐懼嘅時代，好多人都會作為一個誤解咯。所謂其實就係 palliative care 等於去所謂入去等死，其實唔係嘅。我冇覺得係佢係我父類。人喺軟弱當中，就係天主俾你最堅強嘅時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病痛同死亡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忌諱，但係亦正正因為呢種心態，令我哋面對自己同親人患病嘅時候，往往會束手無策，唔知應該點樣面對。其實加拿大政府為病人同家屬提供咗唔少支援，其中一個例子係聯邦政府提供嘅照顧病危親屬津貼。當病危人士喺未來嘅26週內有重大嘅生命威脅，需要親人照顧同支持嘅時候，親屬可以喺26週內領取6週嘅失業保險津貼。咁樣，病危人士嘅親屬喺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專心照顧親人嘅時候，可以減輕經濟負擔。而由政府提供嘅 palliative care 舒緩服務，喺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嘅名稱。例如喺香港同台灣就被稱為寧養照顧或者安寧療護，其實都係指同一類嘅服務。擔任社工20多年嘅 Tony， 除咗工作之外，而家讀緊一個有關舒緩服務嘅博士學位。喺佢多年嘅工作經驗中，接觸過好多末期病人，所以對呢個話題有深刻嘅見解。Palliative care 咧嘅舒緩服務主要着重一個人嘅身心靈三方面啦，咁然之後幫助佢喺呢個病嘅歷程裏邊，點樣能到佢令到佢可以好舒服啊，同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支持啊咁樣樣。好多人都會將舒緩服務咧係解作為一個我英文叫 end of life care。咁 end of life care 咧我就會用中文咧就會相信係一個所謂叫做善終服務。因為 end of life care 咧，通常都係當個病人大概所謂有幾日，即一個禮拜至幾日命啊，甚至幾個鐘頭命嗰陣時，我哋先會用個所謂 end of life care。因為 end of life care 嘅時候咧，個病人嘅需要係比較有啲唔同嘅。palliative care 舒緩服務係包括埋 end of life care， 即係善終服務。但係善終服務咧 end of life care 咧係未必係代表 palliative care 嘅全部。Palliative care 舒緩服務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為有需要嘅病人同家人提供嘅服務。啱啱 Tony 同我哋解釋咗照顧病人身心靈三方面嘅需要，但係呢種服務究竟包括啲咩呢？當佢有醫生話到俾你聽，佢有咗所謂不治之症嘅時候咧，其實 palliative care 已經可以係開始㗎啦。咁佢就開始用唔同嘅社區資源啦，包括嗰位如果英文嘅就 CCAC 啦，即係社區護理中心啦，派護士啊、家居護理嗰啲人上門啦，有嗰啲義工啦、volunteer 啦、醫生上門啦，諸如此類。喺卑詩省亦有類似嘅服務，省政府有提供舒緩及善終護理福利計劃，而衛生局、卑詩癌症局、加拿大防癌協會以及中僑互助會都會為病人同家人提供經濟、知識同身心護理嘅支持同援助。當然，首先需要明白同尊重病人嘅意願。如果病人想留喺屋企，就算係危險或者不便，家人同護理人員亦必須要尊重佢。喺加拿大做咗好多年註冊護士嘅 Maria， 亦做過無數次末期病人嘅家居探訪。
佢而家喺安省嘅社區護理服務轉介中心，負責統籌護理人員，以便因應病人同老人家嘅需要，提供適當嘅照顧。咁我已經喺 CCAC 咧就係做咗6年幾啦，係做 care coordinator。咁好簡單嚟講，就係當醫院個醫生俾咗個 referral 我哋啦，咁我哋就收症啦。收咗症之後咧，我就會去做家訪嘅，同埋同屋企人咧就有電話上去聯絡。咁通常收咗症之後咧，譬如醫生話需要啲乜嘢嘅醫療服務啊，咁我哋就提供啦。咁一般嚟講，最普遍咧就有3樣嘅。咁第一樣咧就係話，譬如個病者啊身體弱，行唔到路喎，咁點咧？咁好簡單嚟講，可能就係俾個架或者一個扶手佢去行啦。沖涼艱難咩？將沖涼凳佢啦。又或者係夜晚去洗手間辛苦喎，咁啊擺張大便凳啊喺個床邊俾佢夜晚用啦。沖涼都艱難喎，咁點啊？咁我哋咪派人上門幫佢沖涼咯。咁如果佢有其他嘅病徵嘅出現，譬如痛啊其他嘅嘢嘅話咧，咁我哋會派個護士上門咯。咁個護士就會同醫生有一個定期啊緊密嘅合作，有需要直情打電話同醫生傾啊講啊咁樣樣，開啲藥啊咁樣樣，咁嚟到幫嘅。咁如果譬如話病人同家人去面對死亡係覺得好艱難嘅時候，情緒啊精神上有大壓力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可以安排有個社工去上門同佢哋傾下，睇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基本上係有資源可以幫助病人同埋家人去做一個決定，就係話俾個病者留喺屋企過埋人生最後嗰個階段。咁亦都有好多研究啊，啲指出咧就話個病人俾醫生話俾佢聽，嗱你已經有咗肺癌啦咁樣樣，咁佢即時開始咗嗰個舒緩服務，即係 palliative care。咁呢個時候咧，佢哋發覺咧，佢嗰個病人經歷個病情咧係好多啦，佢嘅生活質素啊非常之好啦，同佢家人嘅生活嘅關係都好啦，得到各方面嘅支援嘅時候咧，令到佢嘅經驗係比較好一啲嘅。雖然舒緩服務工作非常艱辛，但係其中亦有一啲經歷令 Maria 深受感動，難以忘懷。有一個老人家佢患咗癌病，咁就因為佢係冇親人。個兒生女接咗佢翻屋企，喺佢屋企嗰度住。咁個兒生女照顧佢行最後嗰段路，我就去探過呢個老人家3次。第一次去就係啱啱知道咧，就佢情況惡化。咁我探完佢之後咧，就去打電話俾 CCAC， 就安排送一啲設備去佢屋企，好似大便凳啊、沖涼凳啊、行路架啊。醫院嗰啲床啊，俾佢。隔幾個禮拜之後咧，我再探佢嘅時候咧，就主要就同嗰個兒生女傾偈，就教佢話見招拆招啦。你見到佢有咁嘅情形，你就咁樣做。咁等佢知道佢自己可以點樣幫呢個老人家。再過多幾個禮拜之後，係第3次咧，最後一次我探佢哋。咁我又教個兒生女話嗱，而家佢已經差唔多時間。可能剩翻1、2日，未必多過1個禮拜。咁你就準備咧。如果你見到啲咁嘅情形咧，又有心理準備。估唔到 Maria 細心嘅指導同關懷，令到呢家人感激不盡，仲寄咗一張感謝卡俾佢添。當我睇到呢張卡嘅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哇！喺 palliative care， 家人會感受到希望。我從來冇諗過佢有咁嘅感覺。但係好真，因為佢哋喺絕望當中唔知道應該點樣做。當有人喺佢哋身邊，俾佢哋支持，去鼓勵佢哋，去繼續撐落去。喺絕望當中睇到希望，係幾咁特別嘅一個生活體驗。對佢哋嚟講，同呢個老人家個關係係更加有進一步。所以對我嚟講，呢一個成功嘅個案係一個強心針，話俾我聽，無論幾咁艱難辛苦，喺善終護理當中，係好值得我哋去繼續支持呢個服務，
去幫助嗰啲病人同埋家人去繼續一齊行呢一條路，行埋呢個病人人生當中最後嘅一個階段。除咗身體嘅護理之外，作為一名專業社工，Tony 亦會顧及病人心靈上嘅需要㗎。我有個病人，咁佢就係個病情都幾嚴重下，咁佢就話唯一一個心願咧就係話可以見到落基山脈 Rocky Mountains。咁我明知佢連落床都落唔到㗎啦。OK， 咁我話咁嗰陣時真係拗晒頭啦，有咩辦法可以幫到佢咧？咁樣樣，咁就突然間有個神來之筆嘅咁嘅計劃，就話當佢瞓着覺嘅時候 ，OK， 咁咧我哋咧就拎個大銀幕出嚟，咁咧就嗰陣時仲係 VCR 嘅，又冇 CD， 咁咧就係揀咗一個係用火車去經過落基山脈旅行嘅 documentary 個片啊。咁佢醒咗之後咧，我就撳個掣咁啊，俾佢睇。咁佢睇完之後，佢喊住咁同我講，佢話多謝，係講咁多嘢啫。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個已經係即係答咗佢心方面嘅心願啦。至於靈性上嘅照顧，Tony 同另外一個臨終病人一齊祈禱嘅經歷，亦都令佢畢生難忘。咁我就突然間話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齊祈禱啊？咁佢就點下頭，咁我就話嗱，因為我係天主教徒，咁我淨係識念天主經，O 唔 OK 啊？咁佢亦都岌下頭，咁我就開始同念個天主經。當時嘅感覺係經過咗漫長嘅時間，終於念完嗰篇天主經，望一望個病人，我覺得佢係微笑緊，原來佢已經走咗啦。咁我相信。天主透過我念嗰篇天主經係幫咗佢。舒緩服務除咗需要護士同社工嘅參與，其實家人亦都扮演好重要嘅角色。Edwin 嘅媽媽於2013年因癌症去世。當 Edwin 喺2010年聽到媽媽患上癌症呢個消息嘅時候，佢毅然決定提早退休，全力照顧年邁嘅媽媽。咁喺呢一段時間，我只能夠同佢做到咩呢？開始同佢一齊祈禱啦嚇。咁其實喺我同佢開始祈禱之前，我不嬲都未祈過禱嘅，我亦都唔識祈禱嚇。咁所以變咗咧，佢就我特登翻去聖堂攞嗰啲嗰個玫瑰經，就係點樣祈禱。咁佢教我祈禱嚇。咁我媽媽亦都送咗副念珠俾我。咁我咪慢慢同佢祈禱咯。唔知 Edwin 一手一腳照顧患病嘅媽媽，覺唔覺得辛苦呢？究竟佢點樣履行呢個職責？又有冇進行過一啲特別嘅訓練呢？反而我就真係冇上過堂。到你有需要嗰陣時候，你去問人咯。需要要點啊嗰陣時候，又自不然你又會有人教你。譬如話我媽媽亦都揾耆輝會啦，耆輝會同佢去沖涼啦，一個星期有成3次嚟同佢上門同佢沖涼。咁我媽媽用緊個服務嘅 Housing Aid。咁個 Housing Aid 咧就係其實咧就係政府嘅其實政府嘅 subsidy 嚟嘅，服務華人，咁所以佢就派親啲都係華人上門同啲婆婆公公做，咁就係方便佢哋唔識英文嘅嚇。咁就so far我嘅經歷嚟講咧，佢哋派親上嚟嗰啲Housing Aid 咧都係好好，即係對老人家都好體貼嚇。Beside this 咧，其他煮飯啊，其他嗰啲 household 嗰啲 chore 啦，全部我可以 handle 晒。如果你愛一個人咧，你 spend 幾多時間，你spend 幾多 effort 咧，你都唔係覺得痛苦嘅事，你亦都唔會覺得係嘥時間。即係如果你話你根本係唔想做嗰樣嘢嘅，你叫你 spend 1個鐘頭，你亦都覺得好討厭。咁如果話 caregiver 係咪痛苦，係咪辛苦咧？其實嚟講喺我嚟講咧，我反而係覺得好開心、好滿足。因為 finally 我知道我可以最後 spend 嗰啲時間 with 我媽媽。我60年來我未曾試過我短嗰3年嘅時間，最尾嗰3年我可以明白到我媽媽咁多，同埋佢可以明白到我咁多。咁變咗好多時候你唔會流露到個我憐惜啊，或者我珍惜佢啊，或者對佢個愛啊咁啊。咁但係到最尾嗰3年咧，因為我知道佢
再唔表達就冇機會。我因為要珍惜呢段咁嘅時間，所以變咗嚟講就比較冇保留咁去俾佢對佢即係話同佢表達我對佢嘅愛念啊咁。咁我既然見到佢有病，我其實就個信念就係 payback time。原來其實喺我 payback 佢嗰陣時候咧，其實佢亦都係教咗我好多嘢，要做翻一個虔誠嘅基督徒。生老病死係我哋每個人都要經過嘅考驗，但係往往到咗病同死嘅關頭，好多人先至會開始考慮到尊嚴嘅問題。尊嚴呢樣嘢咧，就要睇大家嘅價值觀。有啲好多人話你我冇晒尊嚴，因為我去廁所除衫除褲都要人幫手嘅，咁就佢哋認為冇尊嚴。咁但係喺我嘅眼中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肉體嚟嘅啫。你人哋幫你除衫除褲，幫你沖涼，呢個唔係話你冇尊嚴。一個病人覺得自己有冇尊嚴，同佢身邊嘅人，無論係家人、朋友或者醫護人員點樣對待佢，有莫大嘅關係。Maria 曾經遇過一對夫婦，令佢深深體會到，就算一個人患病，甚至完全唔能夠照顧自己，但係喺佢愛嘅人面前，呢個病人唔單止有尊嚴，佢嘅存在已足夠為佢哋兩個人帶嚟喜樂。個丈夫係老人痴呆症，大小便失禁。佢入嚟嘅時候咧，頭髮蓬鬆，好似後生啲烹頭一樣，衣衫襤褸，啲衫歪嚟歪情，闊劈劈，因為瘦咗好多。一陣尿味攻埋嚟，個太太行埋去嗰度，好似小情人咁樣樣，拖住佢嘅手，握住佢手，掟埋個丈夫度，個頭輕輕咁樣掟落佢膊頭度。This is Mr. So and so。嗰一個情景對我嚟講，我係畢生難忘。個丈夫樣幾衣衫襤褸、臭崩崩，唔緊要，佢哋心連心，愛到底。到後期我再探佢哋嘅時候，個丈夫已經係唔喐得喺張床上面噶啦。我問佢話 ：Do you feel lonely？ 佢話 He's here。Wow, I really want to cry。對於佢嚟講，個丈夫無論去到乜嘢情景、乜嘢地步，佢差唔多已經唔認得個太太啦。只要個丈夫在生，仲唞緊一啖氣，佢都知道我丈夫仲喺度陪我。當佢感受到呢樣嘢嘅時候，對佢嚟講，佢唔會覺得孤獨，因為有丈夫同佢一齊。Maria 覺得一個人就算唔能夠講嘢、活動，都有佢自己一份與生俱來、他人不可侵犯嘅尊嚴。Maria 即使係照顧一啲昏迷咗嘅病人嘅時候，都會同佢一直保持溝通。我每一次做嘢，我同佢講：阿婆，我而家同你抹面，我而家同你轉身，我同你抹背脊，我同你冚被，我而家落藥。所以我落藥，我唔鬥佢嘅，我條喉度落唔關佢事。我都會同佢講：阿婆，我而家同你落啲藥。每一個步驟，我會同佢講，因為我要尊重呢個老人家，佢冇能力同你講嘢，唔表示佢唔知。受緊苦嘅耶穌基督都喺佢身上。一個基督徒，你有呢個咁嘅信息，天主係愛，你要愛呢個病者身上嘅耶穌基督，你就會以心對心，以靈對靈咁去對呢個老人家。跟住我同阿婆講，我話：阿婆，今晚係聖誕節前夕 Christmas Eve， 不如我唱歌俾你聽啊！我開始唱 Silent Night。當我唱咗2句嘅時候，佢對眼擘大，望住個天花板，停咗幾秒鐘，睇到佢深呼吸一下，唔係好深呼吸，但佢睇到個呼吸係有少少改變咗，跟住佢就眯埋對眼，即係話人可以同你冇任何溝通，
只要佢個呼吸未停，心臟未停，佢嘅聽覺仲有可能聽到你講嘢。喺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好平安，因為點解？我做咗我可以做嘅嘢，我能夠做就話俾你聽，今日係聖誕節，平安夜，佢知道。雖然舒緩服務可以幫助同支持病人同家人嘅奮鬥，但係無可否認，患病嘅痛苦係十分難受，甚至令一啲病人覺得生不如死。Maria 亦接觸過呢類型嘅個案。我曾經試過有2個老人家，我去探佢哋，其中一個咧就瞓喺張床度，好痛，好痛當中咧，佢望住床邊嗰啲藥，佢就話 Maria， 你睇下我呢度啲藥，我可以食咗呢啲藥，我痛到不得了嘅時候，我真係有個衝動，我想食晒呢啲藥自殺㗎。好多病人有自殺嘅念頭，係因為睇唔到痛苦嘅意義。但係對基督徒嚟講，我哋相信呢啲痛苦係愛我哋嘅天父所容許嘅，最終都係希望透過呢啲磨練，更加堅強我哋嘅信仰，從而更信賴佢同愛佢。呢位老人家嘅信仰令佢明白唔可以放棄生命，要繼續堅持活出天主賜俾佢剩餘嘅時間。佢同 Maria 講：我知道天主係愛，我嘅生命係天主俾我嘅，我唔可以自殺，所以我冇咁樣做。我祈禱，我叫天主幫我。對有宗教信仰嘅人嚟講，祈禱可以有效咁支持同提供力量俾病人同佢嘅家人。喺另一方面，有家人在旁陪伴，令到臨終嘅病人獲得安慰同平安，亦都係好重要嘅。臨終嘅病患者喺佢周圍有冇家人去鼓勵佢哋，去支持佢哋，去陪伴呢個老人家行埋最後嗰個階段。所以當我接到電話話有屋企人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話我爸爸過身，我媽媽過身，我第一個說話問佢就係話：你哋有冇人陪佢啊？嗰陣時佢話：我哋有啊，我哋陪住佢，睇住佢走。我話咁就最好。There's nothing, anything you can do better for her or for him。呢個係一個好靚、好靚嘅一個完結。一個生命嘅完結，其實亦都係另一個新生命嘅開始。死亡只不過係每個人通向新生命嘅必經之路。Edwin 回憶媽媽喺臨終之前悟透嘅一啲道理。佢開始同我講就話，其實喺呢個世界派得你落嚟就純粹係一個考試嚟嘅啫。如果你個試 pass 嘅，咁你咪翻去你應該翻去嘅地方咯。咁喺呢段時間呢，我同佢相處係幾好嘅，就因為佢肯交託啦，咁變咗嚟講，我亦都可以釋懷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明白呢個只係一個過眼雲煙。佢今次 pass 咗啦，咁就上咗去啦。咁我所以而家呢，就係盡量都令到自己潔淨自己啦，因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同佢見面啦。咁其實好多人咧睇個 palliative care unit 咧都係或者甚至睇人生咧都係好黑與白，你一係生一係死啊！咁其實咧，我覺得 palliative care unit 咧就係等於係個灰色地帶嚇，係兩個黑白之間接軌嘅地方。palliative care unit 或者 hospital 或者整個 palliative care as a whole 嘅時候咧，都係容許個病人將佢嘅生命活得更精彩。當佢如果係有個迷失嘅時候，希望喺嗰段時間會揾得人生嘅方向。可能有個反應就話：佢都就死咯，有咩人生方向啊？咁我就會話：就死唔係等於死咗啊嘛，佢仲生噶嘛。你一日未證實肉體上嘅死亡，你都係生緊嘅。咁點解要將你嘅精力放晒去死亡，諗住死啊咁咧？點解唔去諗住點樣去生嘅咧？係嘛？其實呢個先係緊要咯。其實人害怕死亡係因為唔知道死後嘅世界係點樣，但係天主教信仰話俾我哋聽，人離開咗呢個世界後唔會再感到痛苦，人會永遠同天主一齊，永遠活喺佢嘅慈愛內。
死亡其實帶領我哋去到嗰個更美好嘅世界，而舒緩服務一方面可以幫助病人理解佢自己現世生命嘅意義，為人生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而另外一方面，亦能夠預備迎接未來生命嘅來臨。無論我哋只係有一日、一個月，定係1年嘅壽命，我哋都應該好好把握活着嘅每一日，活出自己生命嘅意義。只要活好當下，我哋就不枉此生。一個只有11歲嘅細路女，竟然做咗一件好多成年人都冇辦法做到嘅事。他被強暴，但是他不願意，然後那個人呢就殺了他死士刀。喺佢死前，佢用最後一口氣講咗呢一句說話。Yes, I forgive Alessandro, and I want him to be with me forever in heaven. 聖瑪利亞葛萊蒂點樣借住寬恕，為無數嘅生命帶嚟改變呢？請唔好錯過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嘅愛常傳，歡迎大家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分享一下你嘅感受或者係故事。同時都請收聽我哋逢星期六嘅電台節目《愛生命》，以及訂閱 Podcast。要購買天主教書籍同信仰靈修禮物，請嚟到我哋位於 Markham 嘅生命恩泉資源及媒體中心參觀選購。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